各位同学，大家好，这里是 Hex 电脑课堂，我是你们的朋友 Hex。那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如何零成本快速实现远程桌面连接的最佳方案。单程远程工具主要存在如下的问题啊，一个是它成本比较高，要开会员才行，不然的话免费的话就会有很多约束啊。第二个呢就是使用体验很差，就是有时候呢它的代理节点延迟比较高。第三个，你自己如果自建一些服务器搭中继的话呢，这个不仅要有额外的花销，而且还要花时间去维护，所以呢都不是很划算。最后一点呢就是数据隐私存在隐患。那这一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数据呢都要经过它云厂商的第三方的一个服务器，他们服务器一般都是在他们自己的机房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本地的数据来说，就会存在隐私的一个风险。对，那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就推出本期要讲解的这个最终的一个方案，叫 Tailscale 加 Rust Desk 这两个东西。那左边这个是 Tailscale 图标，右边是 Rust Desk 图标。那在介绍怎么使用这两个工具之前呢，我想简单跟大家讲一下他们的一个概念吧，就是说帮助大家建立一个感性的认识，这样后面你使用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首先 Tailscale 是什么呢？就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主网的一个神器。那有些小伙伴可能不理解什么是主网，其实不难啊。这个主网这个概念，简单的理解就是呢，它就是把两个异地设备的网络呢，给它拉到同一个局域网上，让他们可以实现呢内网互联。这样的话呢，它的连接就不经过任何第三方服务器，它的速度会非常快，那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对，然后呢，这个就是 Tailscale 它主要的一个作用，它把网络这一块的解决了啊。然后呢，右边这个呢就是Rust Desk。Rust Desk 呢，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它是 ToDesk 这种桌面互联的软件的一个平替。OK，那为什么说它是最强完整的？第一个，刚才有提啊，就是它不用再连接官方服务器了，它彻底摆脱了翻墙这种代理，就第三方代理服务器不用了。第二个的优势是在于它是基于智能的这种的 P2P 点对点的连接，不经过任何第三方代理。然后呢，它底层还是基于这个 WildGuard 协议。WildGuard 协议呢，它本质上，它应该是属于目前最先进的 P2P 的一个协议。第三点就是绝对安全，不经过那种代理，然后在端对端对数据进行加密，所以呢，数据是比较安全的。最后一个呢，它是免费的啊，对个人用户来说是非常好的，而且它不只是支持这种单的设备，它还支持多台设备。再者呢，它还支持多个平台跨平台的连接，比如说不只是 Windows 跟 Windows 连接，还有 Linux 连接，以及 iOS 呀、安卓呀等等啊，这些设备都可以互相连接。这样一来，它的功能就非常强大了。OK，那接下来呢，我将手把手带大家用5个步骤实现 PC 端的互联。首先，本期教程所用到的这些网站呢，我都会在评论区的置顶上方给大家列出来，大家到时候可以直接点击使用。那我们现在要第一个网站，这个是 Tailscale 的一个官网，我们点击下载，然后呢选择自己对应的操作系统，然后点击这个下载按钮就好了。我已经下载过了，我就不重复下载了。下载到本地之后，这个软件大概只有1兆，然后双击正常的安装比较简单，这就不多说了。然后安装好之后呢，我们双击 Tailscale 图标，然后呢来到右下角，我们点击右键看一下，目前是没有任何账号信息的啊。我们在这里点击 Login 登录。登录的话呢，这里可以选择多种方式，在这里呢，我选择用我的谷歌邮箱。用谷歌邮箱登录之后呢，登记预期之后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啊。首先这一条这个信息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这个是你本机机器的名字，这个是它的 IP 地址，就是 Tailscale 给它分配的一个地址，这个很重要，后面连接需要用到它。然后这个就是它操作系统版本，然后这个就是是否连接上，这里亮的绿灯就代表已经连接上了。OK，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需要把 Rust Desk 给它打开。Rust Desk 是软件的安装的话，就在这个网站。首先大家点击 Download，然后呢，在这里会跳到这个页面啊。这个页面上你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去选择。这里我就选择这个 MSI，然后下载到了本地。这里大概是23兆，然后就很正常的安装，比较简单就不说了。装到本地之后呢，在桌面上就有图标，然后我们双击打开它。我们打开之后呢，因为这里是像我有连过有记录啊，所以你当时刚建的这个页面是什么都没有的啊。然后我们要做一个设置的一个调整，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小杠杠，然后呢
来到这个常规页面，往下面翻，一直选到这个地方，把这个 UDP 和 iv6那个 P2P 连接这两项给大家勾选起来啊。要注意的就是呢，你在这一台电脑上呢要给它勾选，然后在你被控制的那台电脑也要勾选，然后接下来要点击启动服务，点击是。OK， 至此到这一步为止呢，那我们目前的话就是我们这台控制的电脑就已经配置好了。然后呢，同样的操作，我们在被控制的那台电脑上也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处理。因为操作是类似的，所以我就不重复演示了大家可以去试。然后呢，接下来我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连接好之后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啊。大家好，到这一步呢，我之前那台被控制的电脑呢，也按照我们刚才提过的那些步骤，重新给它配置了一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 Tailscale 的那个控制台页面可以看到，底下都多出一条记录了啊，这就说明这两台电脑目前都已经处于同一个局域网下了。你看它的状态都是 connected 的，都有小绿点，对吧？而且这一步的话，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地址是很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在 Raster Desk 里面输入这个地址，然后就可以给它连上了。但是在连上之前呢，还有哪个很重要的细节要跟大家提一下。第一个细节就是说，你控制的这台电脑和被控制的这台电脑呢，他们都要在同一个 Tailscale 的账户下才能够进行互联。也就是说，我刚才登录的是谷歌邮箱，我不能另外一台电脑登录就是什么微软邮箱之类的，不行，要同一个账号一定是一模一样的账号，这样才可以连接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要经常连接的时候呢，除了第一次我们这个时候需要配置一下，稍微麻烦一点。那之后的话，每次就直接点击，因为它有历史记录就好了，对吧？那我们就涉及到密码的一个设置，点击右上角3个点，点击安全，点击解锁安全设置，点击是，往上拉，这里选择你自己想设计的密码方式，因为它有3种，对吧？我这里的出一方面，我选择设定固定密码。你设置好之后呢，然后把这个设置关了，它就生效了。OK， 然后到此为止，我们输入这个 IP 地址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连接。这个时候呢，你看它输得很快，我们输入我们设置好的密码，然后我们点击确认，这个时候就会来到这样的一个远程连接的桌面的页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这个页面它这个画面还是些尺寸不对嘛，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适应窗口，它就会把整个尺寸铺满了。OK， 然后呢，我再简单的讲一下这些参数，这里有画质你可以选择最优或者是平衡，根据自己的需求。然后呢，这个分辨率的话呢，我这里是1080p，就是被控制的这台电脑是1080p，所以我的勾点效果会好一些。然后这里有一个显示智能监控，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你可以点击这一下，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延迟，这个 delay 这一项是多少毫秒。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毫秒基本上是很低的10毫秒以内，所以它这个使用是非常丝滑的，几乎感应不到这种的迟钝就是卡顿。OK， 那其他的这些选项我就不逐一介绍了，大家可以自行去探索有很多丰富的一个选项。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它最小化了。那到这一步为止的，我们实操演示1，也就是 PC 端的一个远程的那个桌面连接就已经全部演示完毕了。那在之前我有强调一个细节，一个就是说你要在同一个账户下去登录你的那个 Tailscale 我还遗漏了另外一个细节，不好意思，这个细节就是说咱们要在那个被控端或者是说你控制端，我建议都勾选上的这个允许 IP 直接访问，只有勾选的这个选项你才能够实现互联。那这是在哪里勾选呢？我们打开这个 Run Desk， 然后我们点击右上方的3个小点，我们点击安全，我们点击解锁安全设置，我们选择是，然后我们拉到最下方，在这里就有一个允许 IP 直接访问的这样一个选项呢，我们勾选它，然后这个端口这个地方你可以设置也可以不设置没关系。那我们选择设置好了，我们就选择关闭。OK， 那到这一步为止呢，你把它勾选好了，你再按照我刚才给你逐步介绍的这个操作流程，你一路实现下来，我相信你一定也能实现成功的实现这个 PC 端的一个远程桌面的一个连接，这样是不限时是免费的而且非常的一个使用体验好。那接下来我本来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PC 端去远程连接安卓端的但是呢出于时间考虑的话呢暂时就不介绍这部分内容，这一部分内容我会放在下一期给大家去讲。因为安卓端本身的内容会更加难一点它复杂一些，因为它本身会存在一些安全的一些隐私问题，所以它会有很多权限的管控的问题
那我本期内容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如果觉得我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呢，也请支持下我的一个创作，请帮我关注、点赞、转发啊，谢谢大家。那我们本期内容到此结束，下期再见。